雨堂，你別不識好歹，你一個鄉下人能嫁到首富家是你的福分。微微替你履行了宋家大小姐義務這麼多年，現在你卻想害她嫁給植物人，你的良心讓狗吃了嗎？原主母女軟弱可欺，當年被判出家門，小三孫美芳帶着私生女宋若薇登堂入室，直到未婚夫出車禍變成植物人，才想起找回我這個親生女兒回來打情。姐姐，我聽說農村的窮女孩都很便宜，5塊錢就可以跟老光棍睡覺，你嫁個植物人算什麼？你笑什麼？也对，你從來沒有接受過貴族教育，當然不知道真正的法師淑女是如何的行為舉止。你敢打我？我不需要知道什麼是法式淑女，我只知道中式禮儀廉恥就夠了。果然是外室生的贱婢，满嘴污言秽語狗叫。糖糖，我知道你和你媽媽都討厭我，你有什麼就冲我来，千萬別惹你爸爸生氣。孙姨娘，大小姐說話，你跟外室插什麼嘴？你居然敢打我，还叫我孙姨娘！宋雨堂，你干什么？妈都教你些什麼東西啊？現在新時代了，還滿腦子封建糟粕。時代確實變了，但禮儀廉恥不變。孫美芳作為被資助的貧困生，卻爬上恩人丈夫的床，還間接逼死，簡直道德敗壞。原主母女倆好欺負，可我曾是一朝太後。現在時代確實變了，不支持納妾，但父親跟孫姨娘生下庶妹時，還沒跟我媽媽離婚呢。我是個有教養的人，你要是不喜歡庶妹和姨娘這個稱呼，我可以改成小三和野種。你既然有教養，就應該知道我是你媽。赠與之約，媒妁之言，我讓你履行婚約，嫁到江家，你就必須嫁。我沒說不嫁呀。只是這自古以來，女子出嫁都需要嫁妝。父親，您還沒給我嫁妝，我這樣胡亂嫁出去了，豈不是讓別人笑話咱們宋家沒有禮數？宋雨堂，你簡直貪得無厭！微微替你履行宋家大小姐的義務那麼多年，你憑什麼搶她的嫁妝？恕兄這話說的，那不如我在外面隨便找一個人，以後都替你履行宋家大少爺的義務。宋雨堂，你瘋了！我是你親哥，恕兄是什麼東西？你不是一直都嫌棄媽媽沒本事，認了孫姨娘做親生母親，也就是父親色令智婚，扶正了這個洗腳婢出身的外室做繼室，否則你連庶子都算不上，跟庶妹一樣叫奸生子。我父親，接亲車隊馬上就要到了，新娘臉上多一個巴掌印，打的到底是我的臉，還是首富江家的臉？既然知道，那就乖乖上车，嫁过去。想要我乖乖的，那父親的嫁妝就好好給過來啊。100萬不夠宋若薇一隻耳環錢。父親，我是嫡长女。宋雨堂，你別跟我阴陽怪氣的，再不聽話，我就綁你上婚車。您請便。不過嘛，要是把我綁上婚車的話，我就把江家大少爺給殺了，然後就說是你指使的。宋雨堂從小在鄉下長大，就是個沒見過世面的野丫頭，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膽子？父親，我是個有教養的人，
不到萬不得已，怎麼會做出那種事情？1000萬，給你10秒鐘的時間考慮。1、2、3。拿去。从古代穿過來就是好，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好東西。雖然父親您這個老東西不懂禮數，但我畢竟是個有教養的淑女，給不出10里紅妝，也不能空着手。這些東西就當做陪嫁了。謝謝父親給女兒添妝。宋雨堂，謝謝恕兄給妹妹添妝。姐姐，你不能這麼氣爸爸。既然妹妹執意要給，那我這個做嫡長姐的就勉為其難的收下了。大小姐，請您上婚車。女兒宋雨堂今日出嫁，拜別父親，拜別恕兄，辭別恕妹。孫姨娘，以您的出身，本是進不了我家門的。不過既然父親色令智婚，我這個做女兒的也不好多說什麼。但你要時刻牢記自己的身份。姐姐，你以為嫁進江家就有好日子過了嗎？首富家的媳婦可不是這麼好當的。當了10年太子妃，最後坐上金鑾殿的龍椅，宮鬥都不怕，宅鬥我會怕。在這個時代，萬人之上是不可能的。但不變的是，有錢有權同樣為王。嫁進首富家是我唯一能抓住的機會。妹妹還是管好自己吧，畢竟庶女終究是上不了台面。陈姨，爸，吃點水果。水果我只是進口的，你這買的都是些什麼路邊攤貨色？我看着挺新鮮的，就買回來了。老爺，宋小姐來了。这一路你辛苦了，有沒有暈車啊？哦，對哦，家裡備了些水果，我不知道你喜歡吃什麼，所以我都給你洗了一點。這是我婆婆，那這位是？秀蘭，給老爺子倒杯水。哦，老爺子的白月光情人陳如英，這位應該是他生下的庶子江晴雨和他的妻子吳彩霞。啊，好。是小唐來了吧？新媳婦頭一次上門，要留個好印象。給你買的新衣服，你怎麼不穿啊？哎呀，兒媳婦第一天來，總得做幾個像樣的菜才行啊！我一土啊，就去城北的菜市場買土雞土鴨，穿着好衣服，那不糟蹋了嗎？那你買完菜回來就應該換了呀。王管家說兒媳婦下午4點這跟原主有的記憶倒是沒有偏差。先把土雞給我公公是老爺子的親生兒子，當年陳如英未婚先孕，老爺子為了讓她安心，把親生兒子送到鄉下，直到老爺子身患腎衰竭，才想起來找回江國強去為換腎。吵吵嚷嚷的，像什麼樣子？國強和秀蘭粗俗慣了，你跟他們置什麼氣呀？倒是這位宋小姐，這一進門也不知道跟長輩問好。我聽說啊，你從小跟着媽媽在鄉下長大，連高中都沒讀完。我們江家可是最講規矩的，你既然嫁進來了，這以後必須得守規矩。陳姨，新媳婦臉皮比較薄，您作為長輩就不要跟孩子一般計較了吧。秀蘭，你回江家也有1年多了吧？怎麼還是一點規矩都不懂？既然知道錯了，那我也就不為難你們了。
你们夫妻二人就带着新媳妇儿去祠堂跪1天1夜，这件事我也就不追究了。哎，哪有让新媳妇跪祠堂的道理啊？那我们2口子去跪行不行啊？国强，我知道你从小没人教，但是你得明白，这家有家规，尤其是像我们江家这样的百年名门，你是江家的长子，这最要紧的呀，就是有家教。哎，妈，你怎么打人呢？老爷，他打我！你还知道我公公是江家大爷？老爷子跟他说话，你一个女佣插什么嘴？宋雨堂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敢打我妈？贱婢之子，更没你插嘴的份。别胡说，这是你陈奶奶和你二叔。我本只想在江家分一杯羹，不想招惹这老爷子心尖上的人。可陈如英欺人太甚，公婆更是老实人，我要是忍下，怕是以后没好日子过。都怪我爸没搞清楚，跟我说的是，咱们家奶奶走了以后，爺爺便沒再娶。這來了才發現，還有一位老姨奶奶和一位庶出的二叔，是我冒昧了。宋小姐，我好歹也是國際上有名有姓的舞蹈家，你怎麼能說出這種話來侮辱我？您又不是我們家的傭人，跟我們家也沒有血緣關係，跟爺爺也沒領證，不叫你姨奶奶，那應該叫什麼？爺爺，我們做小輩的本來不應該說你，可這要是不說的話，丟的還是咱們江家的臉。您是個有身份的人，怎麼年紀大了，反倒在這事上犯糊塗呢？我糊塗？您要是真喜歡這位女士呢，可以把她娶進家門當姨太太，但她現在不是姨太太。您一個官居的老人，當着我們這些小輩的面跟她拉拉扯扯，算什麼樣子？得虧我還是懂點規矩的，就算沒弄明白，也尊稱一聲老姨奶奶。這要是換個什麼新潮的年輕人說話直，當着面喊老三、老賤貨什麼？這不是丟了咱們家的臉嗎？坤哥操勞了一輩子，如今不過是念着舊日情分，留我這孤苦無依的老朋友在家住幾天。你這樣說話句句帶刺，不是往坤哥心窩子裡戳嗎？我這讀遍四書五經，學遍禮儀廉恥，也沒聽說過哪位先生的女性朋友可以到他家裡指手畫腳，罰別人的兒子媳婦兒跪祠堂。這規矩倒是挺特別，就是不像華國人。我們江家是什麼時候入了倭國國籍嗎？大喜的日子鬧什麼鬧，都少說幾句。新媳婦兒第一次進家門跪祠堂的事情就算了，但是敬茶還是要敬的。哎，請祖父、爸媽上座。我請這位陳女士和叔叔讓一下。坤哥，既然你家兒媳婦容不下我就帶着秦玉他們一家搬走好了。我心腹第一天上門拜見長輩，跟你有什麼關係？照你的邏輯，你應該連夜買張站票跑到故宮去住幾天。保安要是趕您，就說他容不下你，然後一哭二鬧三上吊，讓國家把故宮轉到你名下。如一，你和晴雨先到一邊去。我，哎呀，去呀！爸，那個，再上座吧。請祖父用茶。都說這丫頭沒文化，可這副做派倒像是見過世面的，倒像極了當年江家風雨飄搖之際，帶着我獨自撐起整個家族的母親。既然進了江家門，就是江家人，安心住下，不會虧待你。謝祖父，請父親用茶。好孩子，好喝，好喝。來，拿着。謝謝父親。
請母親用茶。好好好。哎，这是慕言的房间，委屈你暂时住下。孩子，真的对不起，这老爷子非要说什么冲喜，让你到我们家受委屈。这些钱是日后你照顾慕言的費用，錢不多，還請你不要嫌棄。爸媽，你們放心，我既然嫁進來，就會一直留在江家。好好好。那你先休息，有什麼需要就跟我們說啊。對，你先休息啊。果然，無論在哪個時代，女人要想過得好，最重要的還是錢和權。最好能想個辦法，把江晴雨一家全幹掉，再生幾個孩子，首富家的家產就全是我的。不是說我老婆高中都沒畢業，在潤發發殺了3年魚，是個膽小內向的普通女孩嗎？這腹黑的精神狀態，滿腦子的打打殺殺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玉堂，休息好了吧？快下來吃晚飯吧，正好你弟妹他們也回來了。江晴雨的兒子江慕言的庶弟江思年，好，我馬上就來。哎，好。終於要走了，做那事兒的時候知道鎖門，現在出門連個門都不關，我衣服還沒穿呢。兒媳婦來了，來，快坐，快坐。你爸呀，給你做了好吃的。來，嘗嘗這個湯，我一早去菜市場挑的，燉了1個下午呢。謝謝爸。好，喜歡就好。明天讓你爸再給你做。對，這鄉下買的土雞呀，太髒了，這味道還衝。我還是喜歡吃法國農場培育的有機雞，這口感細膩，還沒有異味，我倒是覺得很香。麻煩大伯也幫我盛一碗吧。可以。這應該就是弟妹江思年的妻子溫靜言，看起來倒跟江晴雨一家不太一樣。真的很香，謝謝大伯。不客氣，喜歡喝就好。哼，真羨慕三嫂，還有3個疼愛，還有大伯的雞湯喝。不像我，只是一個司機的女兒，受盡委屈，還不如死了算了。這是誰？她是你二叔的養女江詩雅，她爸爸是你二叔的司機，當年為了救你二叔的命，他父母都去世了，所以二叔就收養了她做乾女兒。你明明知道詩雅特有抑鬱症，心思敏感，你還敢這麼激怒她？趕緊給她道歉，否則別怪我對你不客氣。靜言，這就是你的不對了。靜言，今天好歹也是團圓飯，你怎麼能這樣啊？靜言，你做嫂子的要有包容心。今天是慕言媳婦進門第1天，你這麼欺負小姑子，怎麼給嫂子做榜樣啊？我道什麼歉啊？我就是喝碗湯而已。我知道三嫂容不下我，像我這樣低賤的人，不配待在江家，也不配喝大伯做的雞湯，我就應該去死。大家不喜歡我也是應該的。真是，我們江家家大業大，一碗雞湯還攢着掖着，果然是窮酸慣了。國強秀蘭，你們做長輩的要有做長輩的樣子，就算不懂規矩，也不能厚此薄彼偏心呢。省着礙了大伯和宋小姐的眼。是呀，這一頓是我這個新媳婦兒第1天進門的團圓飯，江詩雅卻牽頭不與我約，其他人借題發揮，攻回一家門。怎麼能打詩雅？一點教養沒有！大哥，你究竟是容不下一個養女，還是容不下我呀？你容不下你早說，我帶着媽出去就是了。一家子配合這麼默契，類似的事情肯定沒少做。可惜這種小伎倆我在後宮見多。爺爺，你怎麼看？詩雅這孩子也挺可憐的，從小就沒了父母，在咱們家寄人籬下這麼多年，這思想有些敏感，也情有可原。老大，你們2口子是長輩，多包容點。這是在點我。果然，老爺子什麼都沒有，不過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這麼多年的養子，好，我明白了。
大晚上的你嚎什么丧？让隔壁邻居听见，还以为爷爷家恨。我操！宋雨堂，你疯了！你打施雅我！他有精神病，你也有啊！食不言，寝不语，在饭桌上吵吵闹闹，还对你长嫂直呼其名，像什么样子？宋雨堂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凭什么打我儿子？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了。看看你养的两个孩子，一个精神病，一个没教育。你自己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，你还有理了你？哼，我爸妈和那位弟妹什么都没做，就被他莫名其妙扣上一个容不下他的帽子，这是典型的被害妄想症，已经神志不清了。还好我刚刚及时打醒他，不然啊，可能会酿成大错的。爷爷，我知道宋小姐看不惯我，但我们江家的事还轮不到你。你爷爷，您看他这病是越来越严重了。今天能被害妄想症，一哭二鬧三上吊，明天就敢幹出更瘋狂的事情。我们這些年輕人跑得快，您年紀大了，腿腳不利索，萬一他哪天發起瘋來，從廚房拿2把菜刀把您砍成臊子，那也太可怕了。哎呦！我覺得現在就把江詩雅送去精神病院，治好了再回來。我不去，我沒病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沒病？沒病你剛才發什麼瘋？沒病你覺得全世界都對不起你？沒病你因為一碗雞湯要死要活的污衊長輩，鬧得家宅不寧。宋雨堂，老姨奶奶，這是我們江家的事情，輪不到你個賤妾來管。我說了，我不是姨太太。那你一個外室插什麼嘴？我姑且看您是外室，尊稱您一聲老姨奶奶，但你最好心裡有點逼數。我沒有。我覺得還是把江詩雅送去精神病院比較好。當然，治療費用由我們江家出，也算對得起他父母的救命之恩。你個土包子，你不懂別亂說。詩雅那是抑鬱症，跟精神病有啥關係啊？抑鬱症大多數是害自己，像他這種覺得全世界都對不起他的，叫精神病。妹妹，你自己選吧，是現在乖乖吃飯，還是我立刻打電話把你送到精神病院？哎呀，看來是乖乖吃飯了。那大家就都坐下，好好吃飯吧。你，老姨奶奶，大少夫人整頓家風，您閉嘴。哎，怪不得詩雅妹妹沒家教，原來都是您教的，真是一家子上梁不正下梁歪。王管家，把這位老姨奶奶的位置撤出去，讓她去雜物間吃。老爺，這坤哥，都是我不好，平白惹那孩子生氣了。如今江家已經沒有我的一席之地了，我走便是了。宋雨堂，我還沒閉眼呢，這家什麼時候輪到你說了算了？爸，也幸虧是您還沒死，不然您拿什麼臉去見江家祖宗？這好好的一個家，嫡庶不分，長幼無序，整天吵吵鬧鬧，像什麼樣子？我看您簡直是非不分，倒反天罡。我倒反天罡啊！哎呀，爸，讓開！果然是農村人，真是膽大包天。進門一日，這首富家孫媳婦的日子就到頭了。雨堂，我和你爸沒事的，你不要為了我倆惹惱了爺爺。是啊。老話說得好，不患寡而患不均。這治家最重要的就是一碗水端平。可您倒好，不僅裝看不見，反倒偏心偏袒。看看這都亂成什麼樣子！百年家業，外敵短期內是打不垮了，
可內鬥卻能摧枯拉朽。這外事挑事兒，血脈混亂，子孫失和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內裡從根上就爛了。這家業豈能長久？爺爺，宋雨堂敢这么说我们家，您要是再不好好教训教训他，他都不知道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。是啊，爸，诗雅还是个孩子，妈只是护着孩子而已。这宋小姐至于这么借题发揮吗？怕不是想趁机羞辱你老人家？爷爷，小雅知道自己是外人，不配待在江家，我还是去死了算了，这哪挨了大伯和宋小姐的眼？哎，诗雅！哎呀，够了！不吃就给我滚蛋！江家不是戏台子，不是你撒泼打滚的地方，都坐下吃饭。宋雨堂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宋小姐，你今天真的是很大胆啊！我是个三从四德的女人，既然成了江家长孙媳，用旧时的话说，就是未来的当家主母，做自己分内的事情，理所当然。看来你思想还挺传统。不是传統，是老祖宗用血淚換來的經驗，從古至今幾千年，歷朝歷代，既然最後總結出當家主母這個概念，就是血淚的教訓。我既然一身嫁進來，沒什麼輸不起的，但爺爺，您輸得起嗎？如果你真的有本事，那他就是你的了。那就麻煩爺爺，先替我保管好。好，去吧。爺爺，有親生庶子在位時，周幽王上落得死無全屍，齊桓公亦無可難免無人收留。但如果換成毫無血緣的養子，又當如何？自古只見祠堂供奉生身父母牌位，何曾見過養父之位？宋雨堂，不管你有多少手段，只要我撒撒娇，老爺子就會心疼我。坤哥，那宋小姐說話也太難聽了，一口一個姨太太，一口一個外室的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讓你遭人侮辱了。現在的年輕人像雨堂這麼守禮的不多了，他初來乍到不懂規矩，你多擔待。坤哥，其實這些年我一直後悔當初離開你，現在我們都老了，要不我們結婚吧，也算是圓了年輕時的遺憾。哎呀，淑英啊，現在這樣就挺好的。你這是嫌棄我了？哎呀，我們都老了，別再折騰了，能這麼清清靜靜的相伴幾年，也算彌補了年輕時的遺憾。我明白了，是我痴人說夢了。都這把年紀了，我還被人罵成老三，我還不如死了算了。尝尝這個湯，我一早啊去菜市場挑的，燉了1個下午呢。爺爺，小雅知道自己是外人，也不配喝大伯做的雞湯，我還是去死了算了，這哪礙了大伯和宋小姐的眼？他是除我之外第一個護着爸媽，
甚至頂撞江定坤的人。我这新媳婦兒真是越來越有意思了。门怎麼沒關？任何一個家族都不可能會把財產分給一個外來的女人，除非那個女人生下有他們家族血脈的孩子。怪不得願意嫁給一個植物人，還真是目標明確，沒安一點好心。要是真讓她生下孩子，為了獨攬大權，她有可能會血父流子。昨晚還算風平浪靜啊。她起床了嗎？他又要幹嘛？今天你就乖乖的吧，等回來我檢查。我，他竟然给我放黄片兒！喂！我再也受不了了！我是天才學霸，我是商業鬼才。江眠，是男人你就給我站起來！我再也受不了了，我1秒也忍不下去了！我醒來，立刻，馬上！乃火星驻地球辦事處，秦始皇是也，速打前，待朕购得银河飛船，就封你為銀河系83太子。小川，是我醒了。你是真的失散多年的野生奧特曼！叮咚叮咚叮咚。我备份了你女装跳极樂淨土的全高清視頻，分別藏在了不同的雲端。我要是出了什麼事兒，他們會自動發送的。我操！江總，你怎麼醒了？廢話，你怎麼成神經病了？咱們撞車那事兒絕對有鬼。那卡車司機是個癌症晚期啊！出事前1個星期，他女兒剛移植完心臟手術，他老婆賬戶裡還莫名其妙多了一筆300萬的海外遺產繼承。所以現在江4年出賣公司核心技術的證據鏈已經被抹得乾乾淨淨。他們父子用皮包公司向境外公司轉賬的事兒，賬面上也做得滴水不漏，只剩下司機這一條線。沒錯呀，我要是不裝精神病，也難逃江青宇的殺手。江青宇在我爸被認回家之前，就一直在轉移公司資產。陳如英可能一早就跟江青宇聯繫，且不信任老爺子。不過，目前我們父子手裡的股份和他們不相上下。加上旁支的，江青宇一家實際佔股並不多。為了得到更多，他們一定會有所行動。那您的身體，還有我們之前好不容易安排進集團和他身邊的那幾個人，已經被陸續砍掉了一大半了。恆星那邊怎麼樣？按照您之前制定的戰略，原有的項目都在陸續的推進中，軟件供應鏈已經基本整合完畢，還和中東幾個國家達成合作。恭喜你啊，江總，您的身價又漲了。那就好，我的身體需要時間恢復，不過問題不大。之前是我們在明，他們在暗，但從今以後是他們在明，我們在暗。何況我們手裡還有恆星這張底盤。現在醒過來，定會打草驚蛇。老爺在下面偏心，就算江青宇真犯錯，他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所以我不僅要讓所有人都看清江青宇動了江家的根，更要把他送進去，讓老爺子想保都保不了。我要繼續昏迷了，有急事密連。對了，司機那條線不能斷，一定要找到他的妻女。是。我是真的很好奇，我这麼抽象的新婚妻子到底長什麼樣啊？我發誓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雖然宋雨堂已經騷擾了我好幾天了，但是我絕對不是那種偷看女孩子換衣服的死變態，絕對不是。这臉怎麼這麼紅啊？原來是有效果了，那看來不錯，明天繼續。這個時代什麼都好，就是這繼承法
对於正妻和嫡生子女實在不夠友好，必須得想辦法徹底把庶兄庶妹還有孫姨娘這幾個野東西踢出局才行。好歹是上過高中的人，這想法怎麼這麼古怪？我這新婚妻子究竟是什麼人？確實是之前調查的時候照片裡見過的那張臉，她就是宋雨堂，但又完全不一樣，不是什麼普通女孩，也不是什麼拜金女，而是出塵脫俗的。就算宋雨堂長得跟天仙一樣，也改變不了她滿腦子去父留子的事實，絕對不能讓她得逞。讓宋建業內老東西立遺囑，肯定是不可能的。從法律層面上，我還真拿他們沒辦法。當務之急，還是先跟江慕言生個孩子吧。有權有勢有地位，拿捏宋家會簡單得多。怎麼又是？哎，算了，都已經娶回家了，难不成還能丢出去？更何況連科学都無法讓我醒過來，卻是他。或許老天怎麼安排，自有他的道理。哎，自己的老婆自己受着唄。夫人，支票已經兌現了，另外勞力士、鑽石袖扣和翡翠吊墜出售的380萬，一共1380万，都在這張卡裡了。那幾件古董和名畫也鑑定過了，但是古董商給的價不高，我已經將這些東西送去拍賣行了。嫁妝一共薅到2000多萬，有點少。辛苦了。不辛苦。拍賣會定在下個月，您要是有興趣的話，可以親自去看看。拍賣會？沒錯，到時候雲城的名門望族都會去。倒是個亮相的好機會。好，準備一下，我會準時出席。是。玉堂，不是說去買菜嗎？怎麼帶我來逛商場了？媽，你早該買2身新衣服了。哎呀，媽有不用，媽身上有，夠穿就行。你看這商場的衣服就好貴。走。哎，那個真的不用了，這衣服啊，穿上燒得慌。哪是不想穿新衣服，是在江家沒安全感，有一點錢也不敢不攢着。但凡買一件貴一點的衣服穿了，怕是也要遭家裡那幾位笑話。媽，你記住，你現在就是真真正正的江家大夫人，現在是，以後更是。你要慢慢學會坐好這個位置，哪天慕言醒了，你也能更好照顧他，不是？媽，有我這個兒媳婦在，你怕什麼？今天我買單，必須挑幾件好的衣服。走。好。老板，安插在老爺子那邊的人刚傳來消息，老太太、大小姐還有夫人那邊在商場似乎出了狀況，王管家已經帶人過去了，您要不要？既然王管家已經過去了，就先等等。對了，把商場 IP 地址發給我。夏夏，有什麼話好好說，家醜不可外揚。你先跟我回家去，有什麼誤會你們關起門來好好解決。哎，既然是家醜不可外揚，為什麼你的好嫂嫂林露可以當眾宣揚，之夏卻不可以澄清？算了，程宇，我認命，我願意把孩子的爸爸讓給之夏，願意把他的卡給之夏刷，你們就別再為難我們孤兒寡母了。你的丈夫不是已經死了嗎？法律上已經死亡的人怎麼跟之夏在一起，怎麼做团团的爸爸？你夠了，宋雨堂，你別太過分。光光的爸爸是我親哥，他現在去世了，我就是光光的爸爸，有什麼問題嗎？所以一開始林露說之夏刷他孩子爸爸的卡，搶他孩子的爸爸，說的都是你季承宇，對嗎？江之夏，我早就說過了，我們已經沒有關係了，你還要糾纏我到什麼時候？要不是光光的爸爸臨終囑託讓我照顧你，我根本就不可能讓你留在季家，更不可能讓团团叫我爸爸。季承宇，你還是不是人呢？你雙腿殘廢被趕出家門的時候，是之夏救了你的命，還義無反顧地嫁給你。你現在居然為了這個女人污衊她，糾纏你。季承宇，警察已經在來的路上了，婚姻系統登記的清清楚楚。如果查出來果真是我們江家的大小姐糾纏你這個有婦之夫，我作為江家長媳向你承諾，我們江家會通過各大媒體公開向你和林露致歉，並且100倍賠償你的經濟損失。但如果是污衊誹謗的話，季總，話可要想清楚了再說。
大小姐说的没錯，今天這麼多人在場，您把話說清楚，究竟是誰在糾纏誰？誰才是您的合法妻子？我們家老爺雖然年紀大，但眼裡容不得沙子。夏夏，我都是一時糊塗。自從大哥去世以後，露露她受了刺激，得了狂躁症，醫生說她不能再受刺激了。我只想順着她，所以我才會那麼說的。對，我和程宇是清白的，你們這麼污蔑我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清不清白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一個死了丈夫的正經女人，不會整個人都貼在小叔子懷裡。既然弟媳這麼容不下我，那我活着也沒有什麼意思了，都別攔我，讓我去死。露露，那去吧，反正自殺誰也不用擔責。王管家，現在就給林小姐挑一塊好墓，再配上专業的丧葬团隊，費用江家出。光光沒父沒母的自然是孤兒。王管家，順便聯繫孤兒院。江家仗勢欺人呀，不給我們孤兒寡母留活路呀！繼續，反正丟的也不是江家的人。夠了，之夏，你就跟我回去吧，我知道錯了，今天晚上我親自給你下廚。哎，那你先把盗刷卡的事情說清楚。嫂子，我这樣對嗎？对。沒有盜刷，那卡是我給你的，讓你給新嫂子買禮物。你一上來就打我，說我盜刷你孩子父親的卡，你是不是要因為這件事情跟我道歉？這就是程宇自己親口說的，他說會照顧我們母子，他說光光就是他的親兒子。你這個女人，他工作這麼辛苦，你還在外面揮霍他的錢，打你都是你活該。刪他。我打的就是你，我才是继承宇合法的妻子，你憑什麼拿着他的卡？你憑什麼把持着家裡的財政大權？你憑什麼全身上下穿金戴銀？你連買一袋狗糧都要幾千塊，但我們母女倆一個月的生活費卻只有100塊。就憑我是季家的大少夫人，是女主人，你們的錢都該归我管。好，那我們就法庭見，讓法律來判断。程宇，你看这個女人，我就說吧，這種窮門小戶的女人嫁給你就是為了錢，每個月給她100塊錢生活費都不夠，她還要鬧上法庭啊！程宇。哦，原來我們江家是窮門小戶，我們江家的千金每個月只配領100塊零花。我給你的卡呢，給我拿出來。程宇，我這麼一個柔弱的女子，她這個孩子多不容易呀！你口口聲聲說要照顧我們，現在又要出尔反爾，你是想要逼死我和孩子呀？爸爸，光光以後不要玩具，也不上幼兒園了，每天只吃很少的飯。爸爸別不管我們嘛。之夏，要不給他們一口飯吃吧？但你放心，副卡在你手裡，你想怎麼花都隨你。你說你錯，那行，你該給我看，空口說白話。把卡拿出來，否則你別想再從我身上拿走1分錢。之夏，以後這張卡由你保管，從今往後你想怎麼花都隨你，你再也不用過拿生活費這種荒唐日子了。嫂子，就一張卡嗎？你季承宇作為現在季家的嫡親骨肉，之夏作為你的妻子，一張卡就打發了？宋謝謝，那您到底什麼意思？從今以後，之夏作為季家主母，掌管財政大權，無關人等一律逐出季家。怎麼不願意？之夏，我們走。既然季家容不下你，咱們就回江家做江家大小姐。我願意。之夏，我给你保證，你把這張卡收下，就當是我給你的承諾。那就說，既然是他給的，這位林小姐這身行頭至少也值幾百萬，你全身上下只有幾千塊，空口說愛發誓講承諾，誰不會？
我只認一個理，錢在哪兒，愛就在哪兒。服務員，比他身上貴的衣服和包包還有首飾，我全都要。從頭到腳的女童裝，我各要10件，我都要最貴的。走。哎呦！你受苦了。就算是女兒，也是人生父母養的，不存在什么嫁出去泼出去的水。不管以前怎么樣，以後都有嫂子給你撐腰。謝謝嫂子。慕言這個媳婦兒，咱家是娶對了。我先给太太送个禮物，你有沒有什麼建議？老闆，過2天啊，有一場拍賣會，賓客名單上有太太的名字，要不然看看太太喜歡什麼，拍下來送給她也行。從我的賬上劃走1個億，遇到她什麼喜歡的，一定要給她拍下來。老闆，你們這都還沒有見過面呢，你就打算為她花1個億呀？1個億確實有點少，那就3個億。好的啊，3個億啊！還有什麼問題嗎？老闆，給女人送禮物這種東西，不能光用金錢來衡量吧？誠意呀，也是很重要的。要不你親自到拍賣會現場去看看也行。不是昨天還跟我說要繼續裝昏迷？難不成我老闆那個殺伐果斷、從不手軟、絕不動情的姜慕言是個極品戀愛腦？這場陰差陽錯的婚姻，或許並沒有那麼糟糕。我好像真的需要這樣一個溫柔善良、有手段、有魄力的妻子。況且她還這麼好看。呀，雨棠，哎呀，你這樣穿真的太好看了。哎，你這是要去哪兒？我要去拍賣會，辦完事就回來。那你去吧。哎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啊。卡卡。玉堂啊，聽說這拍賣會上的東西都挺貴的，這些錢你拿着，看到喜歡的東西你就拍。對，我的好女兒，進宮之後娘就照顧不了你了，娘沒本事，只有這些銀子，你帶着打點一下，萬事小心，知道嗎？女兒銘記在心，娘，女兒一定會出人頭地的。玉堂，娘指望你平平安安。爸媽，我就是去隨便看看，長長見識，不打算買什麼東西。哎，拿着吧，萬一有喜歡的呢？哎，拿着。哎，我真的只是……大嫂，還是把卡收回去吧，就你那點零錢，還不夠打賞保潔呢。彩霞，話不能這麼說。國強、秀蘭，這話呀，你們可別往心裡去。這畢竟這拍賣會呀，也不是什麼人都能去的地方。不過你們要是想去見見世面的話，換身衣服跟我們去也行。順路嘛，帶你們一起去見見世面。大伯這身衣服怕是不太合適吧？門口是有安檢的，到時候別被當成廚房送貨的攔下來了。可不是嘛，大哥大嫂啊，就在家待着挺好的，去那種地方幹什麼？去了也是丟人啊。走。你們也是去拍賣會？這閒着也是閒着，隨便去看看，拍2件喜歡的。爸媽，你們去換身衣服，我也帶你們見見世面。大嫂，不是我說你，你從小在鄉下長大，知道什麼是拍賣會嗎？知道拍賣會的大門往哪兒開嗎？
不要以为是超市想进就能进的吧。王管家，大少夫人，您吩咐。把老姨奶奶、二太太还有诗雅小姐请回房间。今天的拍卖会，他们不用去了。啊！什么？宋玉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外室就是外室，生的野种上不了台面，娶的妻子更上不了台面，连收养的养女都是个尖酸刻薄的东西。在家对着正经的大太太大爷出言不逊，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是家醜不能外揚，從今天開始，好好在家反省，不得以江家的名義出席任何重要場合。宋玉堂，你憑什麼？玉堂啊，你這話說的，我們也是江家人啊，為什麼不能出席正式場合？再說了，我們去拍賣會，那可是老爺子同意的。讓你出去散心，不是讓你出去丟人現眼。怎麼，姨太太是想回祠堂跪着？宋玉堂，你憑什麼這麼和我說話？就算老爺子喜歡你，你也不能這麼欺負人吧？就憑我是嫡長孫之妻，未來的當家主女。王管家，把人拖回去。爺爺問起來，如實稟報。宋玉堂，你別以為你給老爺子灌了迷魂湯，你就可以為所欲為。這個家還輪不到你說了算。爸爸媽媽，你們為什麼要死那麼早，讓我寄人籬下，讓我受盡委屈？早知道大嫂這麼欺負我，我還不如死了算了。等等，我要割腕，我要自殘。吵什麼吵？你可來了！我伺候了你50年，我從來都不在乎身外的這些東西。可是沒想到我這把年紀，居然被一個小丫頭這樣羞辱。江家實在是沒有我的容身之地了。爺爺，丫丫好難受，丫丫喘不上氣來了。爸，你可不能不管呀。如果當年沒有鬼迷心竅換孩子，有國強的善良忠厚，這個家應該很和睦，絕對不會像現在這樣雞飛狗跳，不得安寧。坤哥，你是不是哪裡不舒服呀？那你趕緊回去歇着。拍賣會我不去了，我這就去廚房給你燉出藥膳。醫生說了，我不能隨便喝藥膳。國強和秀蘭雖然從來不問我要不要吃什麼，愛吃什麼，但都是做好端到我面前的。不是親生的，果然不是一條心。哎，別動了，沒胃口。哎，國強、秀蘭，既然玉堂想讓你們去，你們就跟着去吧。爺爺真是心如明鏡。爸媽，我帶你們去挑幾件首飾衣服，我帶你們去見見世面。我還是不去了吧。鍋裡邊還燉着湯呢。對，我也不行啊！你想這拍賣會都是非富即貴的人，我連這個玻璃和鑽石我都分不清楚，去了我怕給你丟人。就是因為沒見過，所以才要出去見世面。既然你們都已經來了，就要好好適應江家的生活。有我在，什麼都不用怕。好了，快走。坤哥，你累了，別煩我。王管家，看好大門。是。坤哥，爺爺。若薇，今天在拍賣會上遇見了什麼東西，盡管拍，哥給你拍。哥，那這得不少錢吧？哎，你替宋雨堂履行宋家大小姐義務這麼多年，受了那麼多委屈，給你拍2件東西，怎麼了？那姐姐會不會生氣啊？她現在可是首富家的孫媳婦，萬一她報復我怎麼辦？江家在外是江晴雨掌權，對內是老爺子的紅顏知己陳夫人和江晴雨的太太吳彩霞說了算。就江國強那家土包子，連零花錢都撈不着，更別提宋雨堂了。簡葉啊，別這麼說。雖然雨堂那孩子被他親媽教的心思惡毒，但到底是你的親生女兒，我還是希望她能過得好。
是啊，爸，姐姐再不好也是我们宋家的人，我在外面从来都不说她那些事，就怕给咱们家丢脸。还是你们母女贴心呐，不像宋雨堂他妈，一个女人不在家好好相夫教子，非要在外面抛头露面，到处宣扬她如何能干，如何辅助我白手起家。哼，那个孽女也随她了，半点没把我这个亲爹放在眼里。好端端的提他们俩干什么？咱们才是一家人。就是，咱们才是一家人。江夫人到。首富家的排场就是不一样啊。那车里坐的应该是陈夫人和江二太太。宋雨堂一个新媳妇，怎么会有这样大的排场？我妈说的对，宋雨堂她能有什么排场？少夫人到。Run into the frozen time. 하늘을 돌아선 차가운 바닥에装什么装？不就嫁了个植物人，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哥，你别这样说，姐姐从小在乡里长大，受够了苦日子。听说5块钱就能让老光棍占便宜，如今为了钱嫁给一个植物人，也很正常。他算什么东西？你们不要胡说八道！雨堂和我兒子的婚事是2家奶奶定下的事情。我兒子好的時候，你們宋家眼巴巴的往上貼，想把私生女宋若薇嫁給他。我兒子一出事，你們就換了一副嘴臉，非說是雨堂的婚事是他自己家。如今雨堂嫁了，你們一個個變着法子往他身上潑髒水，心也怎麼這麼壞？不怕走在路上被雷劈嗎？不是，這江慕言都變成一個植物人，你們還這麼護着？不會是老子想行使兒子的權利，讓他懷一個爹都不知道是誰的野種吧？你果然是無眉苟合生出的庶子，滿腦子污言穢語。你他媽瘋了！老子給你同一個爹嗎？在你的心裡眼裡，不是指着那個洗腳婢做親人，這洗腳婢膝下的庶子也配來高攀？你算什麼東西？不會真以為嫁到首富家就當自己是金枝玉貴的少奶奶了吧？我告訴你，像你這樣的賤人，遲早被趕出首富家。把他給我拖下去，嘴打爛。你幹什麼？姐姐，你怎麼能這樣對哥哥？就算你當了江家少奶奶，不想讓我們這些親生的兄弟姐妹，也不能當眾行凶啊！嘴武上，拖下去。宋雨堂，這個孽女！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讓大家見笑了。這2位是我的庶兄和庶妹，他們的母親孫姨娘是個上不了台面的洗腳婢，所以生出來的孩子自然也沒什麼教養。我婆家江家是個積善之家，今日他們敢在這裡質疑我江家家風，明日就敢質疑各位，所以我這個做嫡長女的，好教教他們做規矩，免得日後驚擾了各位。這今日如有什麼失禮之處，還請各位海涵。江家果然是文化底蘊深厚的大家族，自古以來都是嫡出一脈長家，保家族平安。庶出的東西胡說八道，搬弄是非，是該教訓。這到底呀，也是江家的媳婦兒，你看人家這氣度。謬讚了各位，晚輩年輕，還是頭一回在這樣的場合露面。日後若有什麼不周到的地方，還請各位指點。老爺子親自點的頭，如此雷厲風行、明辨是非的態度，這才是當家主母的氣度啊！雨堂啊，我知道你一直因為我和你母親離婚而耿耿於懷，但我和你孫阿姨是正兒八經結過婚的，什麼庶子庶女，說出去多難聽啊！應該大庭廣眾之下這麼鬧啊！父親這話說的，倒像是我在胡攪蠻纏。這家裡的庶子庶女沒有教養，在這大庭廣眾之下污言穢語，我受點委屈什麼的也就算了。這在座的各位，哪位不是有頭有臉的正經人？萬一哪天一言不合，也這麼質疑他們、污衊他們，丟的還是咱們宋家的顏面。我這個做嫡長女的，好好教教他們規矩，這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。宋雨堂代表江家出席，想必江老爺子是認可了他這個孫媳婦兒。
现下更是這麼多名門望族認可他。你們兩個，給我過來！混賬東西！這幾年老子忙於生意，沒好好管教你，從哪兒學來這些亂七八糟的話？立刻給宋一堂道歉！爸，你打我，是他先動的手，我讓你道歉！爸，你怎麼能？恕兄恕妹要是這樣勉強就算了，王管家，給爺爺打電話，就說宋總連自己的庶子庶女都管不，我很質疑他管理公司的能力，以後跟宋家的合作還需要慎重考慮。孽子跪下！让你胡說八道！你也跪下道歉！可不，父親，我知道您疼我，也知道您对江家沒有什麼意見，但這個恕兄恕妹好像對我公婆的意見很大，非要往他們身上潑髒水。我看我們以後也沒有必要來往了，回頭我問問律師，看看這事兒怎麼處理吧。跪下！孙姨娘，您教子无方，是不是也該道個歉呢？虽然我是你的長輩，但是你非要拿少婦家少夫人的身份來壓我，我也無話可說。父親，姨娘這話點我，您和姨娘還是少跟我來往，免得讓我平白背上不敬長輩的罪名。讓你道歉你就道歉，哪有那麼多廢話？少夫人，是我教子無方，對不起。對不起。你他媽算什麼東西啊？憑什麼讓我跪下來給你道歉？父親，你看這……我讓你道歉你就道歉，再廢話，老子挺你的卡。對不起。大點聲。對不起。再大點聲。對不起，對不起，對不起。哎呀，恕兄，你這是幹什麼呢？我作為嫡長女，寬宏大量，不跟你們計較。你該道歉的不是我，而是我的公公婆婆。憑什麼？對不起，江叔，對不起，江阿姨，還有你，道歉。恕妹畢竟沒有直接造謠，道歉就不必了。對，誰造的謠，誰道歉，其他的人沒關係。這就恨上了。看來這個拼拼湊湊的四口之家，果然如我所料的，就是個草台班子。宋建業利益至上，宋明哲到底不是孫美芳親生的，孫美芳母女倆本來就不是什麼好東西，我不過略施小計就收了嫌隙。接下來我要把這把火燒得更猛，最好鬧出點人命來，到時候就能坐收漁翁之利。那個玉堂啊，聽見我，那咱們就先進去吧。爸，一起進去吧。爸一向最疼我了，一會兒可得好好給我拍個寶貝哦。哎呀，好，只要你喜歡，什麼都給你拍啊！哥，還愣着幹什麼？一起進去啊！宋雨堂，你別想着找我報仇。恕兄這話說的，兄妹哪有隔夜仇啊？我剛剛教訓你是怕你闖禍，今天你這番話敢在我面前說，明天你就敢在別人面前說，這萬一得罪了誰，連累的還是整個宋家。現在事情解決了，咱們還是一家人。走吧，帶你長長見識。哎呀，想必這位就是江家的大少夫人吧？少夫人大駕光臨，今天的拍賣會真是蓬蓽生輝呀！這位是我父親，這位是我兄長，我們家是做連鎖酒店的，以後有機會請多多指教。宋總，宋少。久仰，快裡邊請。爸，還愣着幹什麼？跟我去包廂坐吧。好。有包廂啊！這包廂坐的都是什麼人？你一個姨太太，一個庶女，還敢往裡湊？這讓人知道了，還以為我們宋家打人的臉呢。你倆去大廳坐。哥，你是宋家唯一的男丁，這以後宋家的家業還要交到你手上。你不去包廂長長見識，結交人脈，跟他們混在一起幹什麼？你以後還要在商場上露面，還要出來交際呢。這要被人知道跟他們是混在一起的下三滥，以後還怎麼做人呢？宋雨堂，你
怎么说話呢？我好歹也是你的長輩。一個洗腳婢出身的姨太太，真把自己當正經長輩了。我兄長一個嫡出的大少爺，被你迷惑的自降身價成了數字，你就以為自己乾淨了？啊，各位，裡面請。親家，親家母，你們先請。老公。不好意思，根據拍賣會的規定，沒有主人的邀請是不能進入包廂的。二位位置在那邊。幹得很好，公司有你在，我很放心。你快點回來吧，應酬那邊還好說，技術那塊我是真搞不來。我是個植物人。那你到底要植物到什麼時候啊？快了吧？趙川已經在查司機那條線了。老爺子最近被宋玉堂 PUA 的挺慘，現在已經漸漸對他們家產生了芥蒂。只要我們掌握把柄，加上宋玉堂的 PUA， 把他們趕下台指日可待。哎，這麼說，小嫂子還真能幫上忙啊！夫唱婦隨，賢內助啊！嫂子就是嫂子，哪來什麼小嫂子？那小嫂子比我們小5歲呢，可不就是小嫂子嗎？宋雨堂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，你要是認我這個兄弟，那他就是你嫂子，沒有什麼小嫂子不小嫂子的。我不是那些富二代，他也不是我包養的小三。兄弟，你來真的？啊，他很好。那你可得看好嘍，嫂子這樣聰明的大美人啊，肯定有不少人盯着呢。我老婆好看，這個我自己知道。戀愛腦！閉嘴吧你！拍賣會開始了。各位貴賓，本次拍賣會現在正式開始。這枚鑽石胸針是來自荊州博物館，起拍價200萬。這個好看。210萬。還有要加價的嗎？爸。哦。 210萬一次。爸，我可都聽爺爺說了，您當時讓我嫁過去給慕言沖喜的時候，江家可是給了3000萬聘禮呢，還給了咱們家一個大項目。要是你賺的錢都不給我花的話，那合作的事情210萬2次。閨女啊，我這就給你爺爺打個電話啊，我給他捐過腎，他肯定聽我的。你這孩子就是性子急，你想要的東西啊，爸爸什麼時候不依你啊？啊？還是爸爸最疼我，那請吧。210萬300萬。還是爸爸最疼我，那請吧。拍他，來。這個嫂子又不喜歡你，拍他幹嘛？你嫂子要設計陷害宋家，我幫他爸提提價。行。300萬。喂，你瘋了！200萬已經到頂了，再叫就議價了。放下！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爸的德行，非罵你不可。再說了，我又沒那麼多錢給你補。350萬。對面那位肯定還會出價，等加到400萬，我再跟宋雨堂說不值，看下一件好了。350萬一次，350萬2次，還有要加價的嗎？350萬3次，成交。明明給他留了50萬的口子，
他竟然不搶，難道是在幫我？啊！對面是誰啊？哎，少夫人，里面是一個科技新貴，叫恆星，他是海外發家的，實力不錯。包廂裡坐的人姓顧。哎，秀蘭，你有沒有覺得對面包房那聲很熟啊？哎，是啊，這聲音好久沒聽過了，但是就是很熟悉。姓顧？哎，沒事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宋雨堂那個賤人，跟他那死鬼媽一樣，就知道搶東西。哼！要不是你們不夠愛我，他又怎麼可能得逞？爸，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。哦，对了，爸，我剛才看拍品單，有一塊手錶跟哥挺配的，不如給哥也拍一個。玉堂啊，你知道的，我手頭也不寬裕。父親，恕兄雖然自甘墮落，認賊作母，但他好歹也是我們宋家唯一的男丁，也是我們宋家唯一的繼承人。他的臉面就是咱們宋家的臉面，何況現在對外還是小宋總，沒個身份象徵，不知道還以為我們宋家破產了呢。給你爺爺打電話，讓他取消合作吧。好。嗨啊！各位，接下來我們要看我們本次拍賣會的一件重要藏品，大家請看。起拍價8000萬。啊！喂，爸，給點錢。嘿嘿，要多少啊？2萬。行，我這樣才快啊，給你打200萬。2億。滾犢子！2億。收含2000萬。喂，爸，偷回去拍賣會呀，想買什麼就買點。不過你們兩口子和玉堂都不懂那些東西，隨便玩玩就行了啊。哎，謝謝爸。玉堂，我往卡上轉了2000萬，就是你帶的那張卡啊，想拍什麼你就拍。親家啊，這麼多錢呢？啊？就是給他花着玩的呀！啊！哎呀，這麼好的媳婦兒，當然要好好寵着了。再說了，雨堂聰明又會規劃，這家裡的錢給他，我100個放心。哎，那這樣，從今往後啊，咱們家的錢都交給雨堂來打理。哎，對呀，我怎麼就沒想到呢？這雨堂比我倆會算賬。爸媽，我一定不辜負你們的信任。好好打理江家的資產。嘿，親家，這雨堂第一次來拍賣會，我們家出了2000萬，你這個當爹的準備出多少錢啊？我哎呦，我去趟廁所。親家，你好看，配的。1個億，1個億一次。1億6千萬。1億6千萬一次。1億8千萬。2個億。2個億一次。2億2千萬。啊！2億2千萬一次。2億8千萬。2億8千萬一次，2億8千萬2次，還有要加價的嗎？2億8千萬3
箱裡坐的到底是誰呀？这么有实力，怎么感觉比江家坐的那位还厉害？对面这位顾先生还真是爱他的老婆，这么贵的项链都舍得。可惜了，我老公还躺在床上醒不过来。也不知道是哪个小贱人这么好命，能让男人给他花这么多钱。别乱说，能拍下那条项链的人，我们得罪不起。宋雨堂这个小贱人，以为嫁进了江家就了不起，还不是只能要点零花钱？真正的好东西都在大佬手里。各位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展示我们这次拍卖会的压轴重宝，大家请看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就这压轴？看起来像是古籍，但是也不至于压轴吧？各位贵宾，这是一本来自景朝的书札，这本书札的主人呢，是我们景朝御膳房主管何双喜。小喜子啊，雨堂，你认识啊？小主，这是蟹粉酥，我亲手做的新品，您尝尝。你脸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不过是御膳房的太师傅们被其他宫的娘娘训了，拿我出了气，才肯让我用小灶台。小喜子，我不吃也行的。哎呀，小主，我本来就爱做饭，何况我的命本就是你救的，要不是你，我今天连锅勺都端不起。小主，你放心吧，以后只要我在，我就变着法的给你做好吃的。我们都要好好活着，要出人头地。好，等我熬出头，定给你在京城开一家最大的酒楼，再开到大江南北。没有，看书了解过。这个人我听过，是何氏餐饮的鼻祖，景朝的厨神，还真有这个人呢。我还以为是何家往自己脸上贴金呢。时代更迭，这本食谱早已失传，直到今天才重新现世。所以说呢，这本食谱不仅是千年文化的瑰宝，更是饮食文化的活化石。这更是厨神何双喜留给我们的绝世遗作。经我们专家团队评估，本件商品起拍价1个亿人民币，每次加价不可低于1000万。大家开始竞拍。2个亿，2个亿，2个亿一次。现在人可真有钱啊！是何家的人？什么何家人？何氏餐饮史书上有明确记载，当年何双喜晚年出宫以后，开了一家酒楼。当年景穆宗御笔提点，将海清河宴4个字赐给了他。后来他收了3个徒弟，都随他姓。何氏餐饮就是他们其中一支的后人。原来是老祖宗的东西现世，怪不得这么下血本。哎，我记得你是不是说过，你爸也是这个什么何氏御厨的传承人？3个亿。这人谁呀？脑子有病吧？人家拍自己老祖宗的东西，他凑什么热闹？好像是我媳妇儿。3个亿啊！这边出价3个亿，3个亿一次。闺女啊，咱家没有那么多钱。爸，您现在每天做饭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吃啊！咱们一大家人总得吃饭吧？当然了，这也是我的一个爱好。我呀，13岁就去餐馆学厨，这一辈子做飯，一天不做呀，渾身都难受。那您是在哪儿学的厨艺啊？说起来也巧啊，就是这个何氏御厨的一个连锁餐厅，在我们那儿。您真的是何氏一派的传人？这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啊，不过学厨的时候，亲师傅们瞎吹的都是。在我看来，所言非虚。小喜的厨艺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菜都能做，其次是爸做的每道菜都是我爱吃的。如果说爸是何氏一派的传人，那就对得上了。既然你觉得是，应该就是吧。爸，那以后我每天想吃什么，你都会给我做吗？当然了，你嫁到我们家就是我闺女，金银珠宝给不了你，这一口吃的还能满足不了你？想吃什么跟爸说，回头爸爸给你做。是啊，
那些澳龙、雪花肥牛我是种不出来，但是咱家后山呢，给你养几只肥鸡、肥鸭，我还是可以的。再给你种上几亩有机蔬菜，让你爸做什么都可以。咱们都是普通人家，不就是一日3餐这点事儿吗？3亿1千万，3亿1千万一次，还有要加价的吗？4亿，这边给出了4个亿，这是谁呀？是江家，而且啊，那是江家刚进门的长孙儿媳，不愧是富豪，一张嘴就9000万，这到底是拍卖呀，还是烧钱啊？4个亿一次！我靠，你老婆疯了！看来这枚手札对他来说很重要。再重要，那可是4个亿啊，大哥，都能买栋楼了。文化传承无价。再说了，我出不起这个钱吗？我。5亿。5个亿一次。6亿。6个亿一次。7个亿。7个亿啊！7个亿一次。点天灯。点天灯。点天灯啊！点天灯，这女的疯了吧？云城竟然还有这号人物呢！她是江家刚过门的长孙儿媳宋雨堂。媳妇儿，啥叫点天灯啊？就是不管对方出多少钱，都要跟的意思。啊！少夫人，您这么做没法跟老爷交代啊！况且对方要是跟咱们死磕到底的话……放心，我既然敢出这笔钱，就心里有数。对面现在应该在查我的背景，王叔，你操作一下，把我的身份背景传出去。这，闺女啊，这灯点的是不是有點大啊？爸，您放心，咱們很快就有錢了，您很快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了。我？小川，幫我查一下我手上的流動資金還有多少。不是，你瘋了大哥，你真打算這麼陪他玩下去啊？我老婆有分寸，她不會無緣無故做這種事情。她應該心裡有底。喂，那你還湊錢？如果不能給她兜底，她要我這樣的男人幹什麼？你這個戀愛腦啊，你徹底沒救了。雨堂又不是廚子，他要那個菜來幹什麼？應該是給我爸準備的。你爸？你剛剛不是還問我嗎？我是不是跟你說過，我爸是何氏御廚的繼承人？在我爸被找回家之前，他就開了一家餐館，生意還算不錯。他手藝也好，不過起早貪黑的太累了。後來換了腎以後，身體大不如從前了。雨堂既然有心，那我這個做兒子的又豈能什麼都不幹？看來嫂子確實是個好女人。錯，是個賢良淑德的好女人。好，是。10個億一次，還有要加價的嗎？董事長，是江家的包廂。江氏集團就沒有餐飲相關的行業，小菜鋪幹嘛？聽說首富的長子是廚師。哦，什麼品牌？市值多少？江少年輕的時候在工地旁邊搭了個工棚，人均消費10塊，後來攢了點錢，在老城區開了家100多平的老江川菜館，人均消費30。在雲城的地界上，沒必要和江家鬧得太僵。既然對方是廚子，暫時先讓給他們吧，等拍賣會結束再說。10億2次，還有要加價的嗎？10個億3次，成交。堂啊，那個回去，老爺子要是發火，你就說是我逼你的啊！我也是何氏御膳的傳承人，我非要那本手札啊！我是他親兒子，我還給他捐過腎呢，他頂多就是罵我2句。對，雖然這個錢有點多，但是老爺子現在活得好好的，都是你爸的功勞。
虽然說是生氣歸生氣，但是還不至於拿你爸怎麼樣。媽，爸，您放心，我心裡有譜。点天灯啊！誰給你的權利啊？花10個億買個破手札！我告訴你，江家1分錢都不會出。你既然敢點天燈，那你自己想辦法解決。爺爺，這場拍賣會，在他們眼裡，我就是首富家的長孫媳。今天點天燈的不是我宋雨堂，而是首富家的長孫媳在點天燈。你要是不想認這筆賬也可以，反正我丟臉丟習慣了，就是不知道您丟不丟得起。爸，我一輩子沒別的什麼愛好，就是喜歡做個菜。我現在腎也沒了，也開不了餐館了，只是想買個菜譜研究研究。你要是真不樂意給我買，那就把腎再還給我，我回去繼續開餐館，掙錢養家。哎呀，不會真的不管咱們了吧？不會的。王管家，我跟你說了让你看好他們，你怎麼搞的？行了，行，別解釋了，告訴他們，尾款由江家來出。少夫人，老爺子說了，尾款由江家支付。親家，宋雨堂3個月前還在潤發鯊魚，連件好衣服都沒穿過，如今竟然在江家呼風喚雨。早知道這樣，以前對他態度就好點了。不過今天宋雨堂這麼主動，不就是在示好嗎？如果能抓住這個機會修復關係，還愁沒好處。雨堂啊，手續辦好了，這是你的鑽石胸針啊。來，媽給你戴上。那個，這表，謝謝。哥戴着真好看。女兒啊，爸，今天謝謝你幫我拍胸針。哎，應該的，只要你喜歡啊。爸，你不是說來拍賣會給我買東西嗎？結果什麼都沒給我買，你給他拍。你嚷什麼你啊？那雨堂不是你親姐姐嗎？那拍個東西怎麼了？她算哪門子姐姐？不過是賤人生的賤種罷了，早就被掃地出門了。她憑什麼花我的錢？宋若薇，你說話注意點。你們父子倆今天怎麼回事？一個個都向着他，他給你们灌什麼迷魂湯了？他算什麼東西？要不是我看不上江慕言這個活死人，他這種土包子早就爛在贫民窟了。你發什麼瘋？雨堂和江少的婚事是奶奶定的，跟你有什麼關係？爸，他打我！打得好！再胡說八道，我也要打你！好，你们給我等着！雨堂，你妹妹小，不懂事，平時你在家裡打她、罵她、欺負她，我們母女倆也都認了。可是當着這麼多人的面，你不能給你爸個面子嗎？我知道我的身份上不了台面，可是我在宋家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啊，就算再不是怎麼樣，也不能當着這麼多人的面。以退為進這種手段我見得多了，但像這種明晃晃的把指責掛在嘴上，裝柔弱還裝得這麼嬌柔造作，真是少見。就你這種水平，還想讓我們當槍使，也不嫌丟人。一看就是小三上位，一般有修養的正室夫人誰像她這樣？哼，你們不知道啊，不僅是小三上位，這以前還是按摩店給人洗腳的。哎呀，這還不夠丟人？明哲，替媽說句話呀！我當是誰呢？這不是宋明哲嗎？我兒子朋友的朋友。怪不得我兒子最近泡吧飆車，原來是沾上你這種人了。哎呀，怪不得呢！我家老兒一有空就往你家跑，
回去我可得跟他说一说，离这种洗脚贱婢养的庶子远一点。明哲，孙阿姨，我是我爸原配的亲生儿子，跟你好像不太熟吧？所以你和我爸的婚事，我就不掺和了。听听，人家原配生的儿子还不认他。几位夫人，刚才的事情扰了各位的清静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不过我有个事情我得解释清楚，我跟我哥都是我爸跟原配夫人亲生的，只是我哥这个人有教养，一直很尊重孙阿姨，这才让外人误会他們的親密關係。宋小姐，我們知道的，上次在酒會上碰着母子倆，一口一個媽叫着，我們還以為是親生的，沒想到是小三上位。哎呀，10月懷胎的母親都不認小三當媽，這不是認賊作母嗎？他也不嫌丟人啊。那個，我先走了。那雨堂，那爸就先走了啊！下次回家我親自招待啊！王管家，大小姐，把宋明哲認賊作母的消息傳播出去。還有，堂堂宋家大少爺，竟然是洗腳婢所出，這2條一定要散播到他的圈子，特別是他死對頭的耳朵裡。是。還有，告訴宋明哲，就說孫美芳懷孕了。好的。走吧。各位請留步。等會兒，你媳婦兒好像有點麻煩。小姑娘，你好啊。這位老先生，請問您是？鄙人何秉正，是何氏御膳的第13代傳人。別緊張，我是特意來找江大廚的。我？正是。老朽早就聽聞江大廚經營小菜館的事跡，今日一見，果然是餐飲業的後起之秀。不知道你願不願意拜我為師，做何氏御膳的第14代傳人。老先生好算計。少夫人此言何解？如果我爸拜你為師，你們白得10億手札不說，這作為首富長子的師傅，無形的好處可多着。輕飄飄的一句收徒，分文不花，名利雙收。您這算盤未免打得也太精了。哎呀，少夫人言重了，江大廚現在還不是我何氏傳人啊。得到手札也沒用，但如果他能拜在我門下，哎呀，那就是自己人了。你想，我能藏私不受嗎？誰說我爸不是何氏御膳的嫡系傳人？什麼意思？我爸江國強不僅是何氏御膳的嫡系傳人，更是第2代親傳。2代親傳？沒錯，何雙喜親傳。少夫人真會開玩笑，我何氏老祖宗何雙喜早已駕鶴1000多年了，怎麼親傳啊？我說是就是。憑什麼？就憑他做的都是我愛吃的。少夫人，你這是胡攪蠻纏了。何董事長，您家祖師爺難道就沒告訴過你他為什麼做飯嗎？那當然是為了驚豔天下美食，傳承御膳技藝。錯，是為了讓我吃得開心。少夫人，您不同意就不同意，我家董事長都80多歲了，您何苦戲弄他？我沒戲弄他，只要是符合我的口味，讓我吃得開心，就是正宗的何氏御膳。少夫人，你不接受他拜師，我可以理解，但你不能拿我何家祖師爺開玩笑。你要是不信的話，自己去底下問雙喜。宋玉堂，你別太過分！我承認，江家
在雲城是有些勢力，但我何氏也差不到哪裡去，無緣無故將我何氏祖師爺的遺物不歸還也就罷了，現在竟然這樣羞辱人，真拿我和秉正當软柿子捏嗎？什麼叫搶？這東西是用真金白銀買的，照你的理儿，只要在拍賣會上出了價，那這些東西都是你的。你是誰？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誰，知道我姓顧就行了。包厢里坐的人姓顧。是，这是我和江大厨之间的關係，和你顧家沒有關係嗎？我今天就滾了，你能怎麼樣？現場這麼多人在這兒，這手札是江家人拍下的，就算他們江家人帶回去當廢紙燒了，也不關你屁事。哦，就算你說的對，但是我現在要花錢買下來，不為過吧？哼，好，1萬1。你，顧少說笑了。何老先生，我爸也是廚師，拍下这份手札自然有特殊的用处，而且文化傳承和情懷無價，恐怕要辜負您的美意。還不滾！多謝顧少。客氣了。媳婦儿，你有沒有覺得他有點眼熟啊？是有那麼點兒，好像在哪兒見過，而且聲音有點熟悉。宋小姐，我還有事兒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不对，越看越眼熟。哎，我想，你去看看。哎，你好。哎，看錯了。哎，也是，慕言怎麼可能突然就下地自刎了？哎，來了。姨奶奶、叔叔、嬸嬸、弟弟妹妹，晚上好。跪下！我做錯什麼了？為什麼要跪下？爸，閨女年輕不懂事，都是我幹的。爸，我自有分寸。唉，雨堂啊，拍賣會上的事我們都聽說了，你在外邊囂張跋扈，人家說我們江家，又不長記性，一個跳舞的外室，誰跟你我們？宋堂，你瘋了吧？誰給你膽子點天燈？要是遇上死磕的，你想讓江家傾家蕩產嗎？如今不僅不知錯，還敢打我媽！我想點就點，跟你一個庶子有什麼關係？還有，我在我自己家裡打一個外人，有何不可？那你也不能在拍賣會上點天燈啊！我一個年輕的小媳婦，一個賢良淑德的傳統女人，要不是有一個當家的失職，一個當爹的失職，何須要我在拍賣會上拋頭露面？是我讓你去的嗎？啊，你還好意思倒打一耙？爺爺，我就問你一個問題：從小到大，你在樹叔身上花了多少錢？在我爸身上又花了多少錢？這，你不要扯開話題。您不算，好，那我來幫您算算。從小到大，樹叔就上的國際幼兒園，學遍6藝，後來更是直接出國深造，住別墅，開豪車，哪一樣花的不是江家的錢？那又怎麼樣啊？哪個家庭不是這樣培養孩子的？那我爸就沒當過孩子嗎？可他從小就被扔在孤兒院門口，小學2年級就輟學，10來歲的孩子，撿垃圾、打零工，吃了上頓沒下頓，好不容易在飯館找了個師傅學廚藝，鞍前馬後的拼命伺候10幾年，這才有資格上灶台炒菜。而樹叔辦上億的婚禮，回國就是集團總裁。我爸呢？跟我媽結婚的時候，連一件像樣的新衣服都沒有。在他們回來之前，樹叔一天的開支就是我爸媽1年的收入。好了，你別說了。怎麼說？我像是恨我了，都怪我，當年真是太愛你了，又迫於壓力不能和你在一起，於是
我就忍痛割爱，讓親生兒子替代我陪在你身邊。好了，行了，我就知道你這是後悔了。我走，我現在就走還不行嗎？如果你要走，我絕对不拦你。哼！妈，没事吧，妈？树叔、树婶不必担心，拿1根针扎2针就好了。中医嘛。我来，微针。我的手很有准头的，我一扎下去马上就行。哎呦！哎，老头子，你有没有看到姨奶奶那副做派，和咱们家对面那个按摩店的女孩子很像啊？好看是好看，就是岁数有点大，好像有点奇怪哈。胡说什么？你别扯开话题，说天灯的事儿。把东西拿进来。树叔吃了50几年的肉，也该轮到我爸吃点残羹剩饭了。我爸吃尽苦头学了点厨艺，而后又因为给爺爺換腎，現在連小飯館都開不了。我買這一個廚神食譜，為他爭了一個御膳傳人的名聲，就是為了怕哪天你把我們趕出家門，我們流落在外，父親還能重操舊業，養活我們這一大家子。您覺得過分嗎？我不同意。您花了多少教育經費，在公司試了多少次錯才有今天的成績？這點天燈的錢，就算是給我爸的教育經費了，你也要爭嗎？拍了就拍了，這筆錢由家庭的教育基金來出，就當是給國強補償的教育經費。他以後要是做點別的，都行。爸，大哥小學都沒畢業，他能幹什麼？景宇呀，你吃了50多年的肉，難道還不讓你大哥吃點你吃不下的殘羹剩飯嗎？散會。這就完了嗎？你還想做什麼？爺爺，我承認，自作主張點天燈是我的不對，可您還沒問我為什麼要點天燈呢？宋雨堂，你是不是老年痴呆？不是你說要給伯父一個保障的嗎？錯，因為我沒錢，所以這筆錢要從家裡出。不是，你沒錢你點天燈，你有病啊你！這個問題問得好，所以我為什麼會沒錢呢？有話直說。這個問題就得問我二嬸了。我老公慕言是在談合作的路上出了車禍，按勞動法應該算工傷，就算沒有工傷，咱們江家應該也有醫療基金。可為什麼偏偏我老公躺在 ICU 裡，生死未卜，最困難的時候賬戶出不來錢，最後還是我婆婆用自己家的錢墊出來的。我婆婆找您談過，您給的結論是賬戶出了意外，拿不出來錢，但是墊的錢會補上，只是需要審核。這大半年過去了，審核怎麼樣了？雨堂啊，知道你在鄉下過慣了苦日子，這也不能張口閉口的就要錢啊！不知道的還以為你嫁到我們家是為了貪財拜金呢。我公公少了一個腎，需要終身服藥，沒辦法養家糊口。我婆婆呢，需要貼身照顧她，所以也沒有辦法補貼家用。我老公慕言為了江家鞠躬盡瘁，到現在生死未卜。如果嬸嬸非要說我們的話，倒也無妨。只是我們這一家人老弱病殘婦孺，實在是走投無路，還請嬸嬸大發慈悲，為我們指一條明路。宋雨堂，那江國強不就是給爺爺捐了一個腎嗎？有什麼了不起的？你不要整得全世界的好像欠你們家的一樣。雨堂，古話說得好，施恩莫圖報。
更何況大哥是給自己親爸捐屍，你總是拿在嘴邊上說，這就有點謝恩圖報，忘恩負義。你，叔叔，虽然您只是一個庶子，但是江家花在您身上培養的錢，是都進狗肚子裡了嗎？就算您傣族出不了好筍，狗崽子改不了吃屎，但是知恩圖報是做人最基本的禮義廉恥。江家是一個積善之家，哪怕是一個不相干的人都會幫着一把，何況是有恩之人。大少奶奶訓話坐着幹什麼？給我站起來！為什麼整整半年了，店鋪的醫藥費依舊沒有核算清楚？你這個基金會主理人是幹什麼吃的？若不是你惡意克扣，那就是你無能。身為當家人，若不能持身以正、公平以待，尚有可救。可如果你連財務都管不好，有什麼資格管家？回答我！謝玉堂，夠了！我還沒說您呢，先安內再攘外。你看看這個家家宅亂成什麼樣子！你身為家主，是怎麼選的當家人？無德也就算了，還無能，無德又無能，敗家之使。哎呀，你太吵了！還嫌我吵？要不是這個家從根上就爛了，會出這麼多事情嗎？我要是現在不吵，你們就繼續粉飾太平，等徹底爛光了就來不及了。哦，從今往後你當這個家，行了吧？什麼？她一個黄毛丫頭！你倒是好好當家呀！啊，让這個黃毛丫頭挑你的錯！爸，我這……爺爺，嫡長媳尚在，孫媳哪有當家的道理？你到底想幹什麼啊？當然是我婆婆當家。現在這家這麼亂，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個外室所出的庶子之妻來管家，才會這麼亂。長幼人倫，絕對不能再亂。李秀蘭，她連小學都沒畢業，當什麼家？她識字嗎？你說的什麼話？我們家的小飯館每天營業額過萬，都是我算的賬。每天採買的菜肉、房租、水電，還有那個桌椅的損耗費、酒水的進出，每一筆賬都是我算的清清楚楚。那是，秀蘭把家打理的井井有條。饭店的事，家裡的開支，每一筆都是精打細算的。媽，可能剛開始會有些陌生，有我協助，您放心吧。行，從今往後讓秀蘭當這個家。在下當了這麼多年的家，辛苦了，放長假，跟你大嫂交接一下。爺爺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我們江家的內宅當家人，同時可以兼顧江氏慈善基金會的主理人。秀蘭連大字都不認識幾個，這管家就算了，基金會的理事長，真要人聽了不覺得笑話。那怎麼辦呢？她是江家嫡長子的夫人，未來家主夫人。如果讓一個庶子之妻來管家，還會更笑話。你別胡鬧，秀蘭確實不適合當基金會的理事長。無妨，我來做。我們婆媳二人，一個主內，一個主外。玉堂，你還年輕，這身份低微，又沒讀過什麼書，你有這份心呢是好事。不過這基金會不是過家家，恐怕你連這個是什麼都不知道吧？老姨奶奶，您了解？那您告訴我，這3年的基金會賬單上有一筆行政運營支出，每年都會在300萬左右，可按照行業慣例，一般控制在150萬以內才合理。那多出來的150萬去哪了呢？好，行了。雖然你嬸嬸是基金會的理事長，陳姨娘是副理事長，但這理事會裡還有幾位有名望的女企業家。你畢竟年輕又初來乍到，若直接當理事長的話，恐怕難以服眾。您正言自然就順。我爸是江家的嫡長子，我老公昏迷前是集团的副总裁，我當理事長為什麼不可以？你說什麼呢？坤哥，如英啊，你這個年紀也該到了頤養天年的時候了。我看基金會的事情就交給他們年輕人去做，副理事長一職即日起就由雨堂來擔任，你
抽空跟他交接一下。哎呦！你要是身体不舒服，就去疗养院住上一段时间。啊，坤哥，我跟你在一起，从来都不在乎那些身外之物。现在你身体不好，我就是想一心一意照顾你，只是不放心，才不敢放手。还是先把李社会的事情交代好了。我身边有人照顾，都散了吧。全开始交接，我真的很想看看宋玉堂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斗过这狼子野心的一家人。玉堂，这个家还是你来当吧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我来辅助你。妈，你别妄自菲薄，我观察过了，除了每周管一下账目之外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別的要幹的事情了。而且王叔在咱們家這麼久，有什麼不懂的，您可以問他。別給閨女添亂了，她現在接了基金會的活，要去資助那些貧困的孩子，幹大事呢。是啊，媽，您別忘了我在商場跟您說的話。也不知道慕言什麼時候能醒過來。我今天就管了，你能怎麼樣？說不定快了。那我就試試吧。環環相扣，步步為營。挑撥宋家內鬥，只是微不足道的順手；點天燈是二，引出自家的困境；哭窮是刀，直指五彩霞的柯蛋；步步緊逼是網，把管家權收入囊中。這還不算完，他真正的目標竟然是慈善基金會。別人鬥了一輩子都沒鬥明白的事兒，他一個晚上全辦完。我媳婦兒簡直太厲害，太聰明了。喂，江總，卡車司機的妻女我們已經找到了。好，秘密安頓好，千萬不能出差錯。是。另外，江清玉有了新的動作，似乎要聯繫我們恆星。如今他們一家喪失管家權，找上恆星是意料之中的事兒。先調他們一下吧，把恆星合作的消息發布出去。是。累了一天，困死了，趕緊洗澡睡覺。怎麼這麼好看？這麼厲害，看起來這麼柔弱的女孩，怎麼能那麼厲害呢？太喜歡了。老公，你準備裝植物人到什麼時候？一定是假的，假的。江大少爺，剛剛不是親得挺火熱嗎？怎麼一下子又困了？難不成是想生孩子了？生，現在就生。